母亲河的源头，生命显露着最原始的生机。被河源水滋润着的大草原，为这些旺盛的生命营造了天堂般的家园。藏獒是青藏高原上最强悍的生命，它们形状像狮子，体魄如老虎，敢与任何入侵者搏斗。它们常常令草原上的豺狼丧胆却步，但对自己的主人却充满灵性与忠诚。牧民罗松土旦家的牧场刚刚结束了一场血战。一天夜里，10几只饥饿的草原狼冲进了他家的牦牛群。负责看护牦牛的3只藏獒立即投入战斗。公獒赤烈和另一只公獒赤塔咬死了几只狼，自己也战死了。母獒松娜与7、8只狼周旋，她生下一窝小獒才1个多月。狼终于抵挡不住松娜的撕咬，落荒而逃了。这3只失去父母的小獒成了罗松土旦的命根子。他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他们。小獒的父母是为保护自家牦牛而死的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好好疼爱他们。再者说，能够与狼血战打败狼的藏獒，那是最纯正最高贵的神獒。神獒的血脉怎能不爱护不珍惜呢？在玉树草原，名字后边加个亚，通常是尊敬的意思。罗松土旦是这片草原里出了名的好人，人们都叫他罗亚。罗亚快60岁了，腿脚不像从前那么灵便，但他仍然喜欢在草原上走动。他迷恋那湛蓝的天空、雪白的云朵和芳香的青草味。他更迷恋3只小獒在他身边蹦来跳去的感觉。偶尔他也会训练一下小獒，就像过去训练小獒的父母一样。但他知道，獒是属于高原、属于草原的。他们跟人在一起的日子，只是熟悉主人的气味，并且把这种气味输入记忆中，乃至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只要一闻到这个气味，就能识别出自己的主人。他想，3只神犬思念草原了，赤塔和松娜想念孩子了。他应该把1只小獒送到寺院去，这样他和小獒们就与天上的神犬靠近了。但此时他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啊，点么？呀，干，切干嘛的？他的，我点过没过，他安卡是我拍个了，等到这个路得有这腰呢。白马原来是罗亚家的邻居，也是一个牧民，但几年前他离开草原到城市里闯荡，这次回来行色匆匆，罗亚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
테니 제라 마자메데 cher세는 게루노 탈로나니 챔빌레리 챔비 체야 공화 자만 도시카데 데 응에서 파서 어디냐도 체서 체야도 줘 들으죠 대랑 가서 대와가 다라 조시카데 내 카루츠 트라운레만 봉테 체서 농도 다라세 마도테 체서 차타만가 마자 조 체사들 파티야 바울레 白马现在是城里一家熬园的采购，专门负责到藏獒的原产地玉树草原收购纯种藏獒。养獒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纯种的藏獒非常稀少，因为受商业利益驱动，藏獒作为优良副本被随意交配，种群正面临退化和灭绝的危险。白马在几百公里以外就闻到了罗亚家3只小獒与众不同的气味。他开出3万元的价格向罗亚收购。尽管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，但罗亚还是断然拒绝了。他天了，天的叫了热天呢，天后天的，我们做错了没？哦呀，刘家。热天呢，他他妈会做了。热，哦呀，哦呀，他车人他俺去他在做呢，哦呀，他车人啊，他点么的，他俺怕干正路不少，哦呀，去做啊，他都给了，他用的。海拔近5000米的玉树草原，即使夏季也是寒冷的。罗亚家的帐篷用黑牦牛的毛织成，这种帐篷可以抵御高原的寒风。罗亚觉得最惬意的事情，就是靠在暖暖的锅台边，喝着热热的奶茶，等着妻子赶牛群回家。草原牧民的家不是固定的，他们要随着草场的变化而不断迁移。罗亚的家目前在夏季草场，过些时候他们就要转到冬季草场去了。那里的草经过一夏天蓄养，要比这里的肥美。家里只有罗亚和妻子巴毛2个人，他们唯一的女儿嫁到远方去了。在夏季草场时，妻子负责到远处放牧牛群，罗亚则负责看家。因为夏季的草原经常会有外人光顾牧民的帐篷，妻子一个人在家，他有些不放心。傍晚，妻子巴毛把牛群赶回居住点，罗亚要尽快把每一头牛拴好。拴牛是重体力活，这自然是罗亚的任务。巴毛也不能休息，他还得挤奶。牛群中有50多头奶牛，天黑之前，巴毛要逐一挤完。巴毛是个能干的女人，她除了挤奶、打酥油，还要像男人一样去放牧。罗亚很心疼妻子，但因为没有儿子，
无法分担他的劳作。最让罗亚担心的是，八毛的腰腿疼病越来越厉害了。罗亚想送妻子去医院看病，但手头没有钱。这几天，他眼看着妻子的腰越来越弯了。他知道那种疼痛的滋味，因为他自己的腰腿也疼痛过。他觉得不能再耽搁了。他盘算起白马跟他谈到小獒的价格，他觉得应该用一只小獒换回给妻子治病的钱。他们吃生活的么？他吃，这家的生，生完的动土了，他们打起来，我们刚刚现在中午嘛，就我了嘛，我听到我们打火机，我打火这家是，这家的羊这些东西，肯定，这家店打下在这些人就听到我想看到。我他看到的没就没，我操地上来呀！八毛极力赞同把小獒献给寺院，但对罗亚卖小獒的提议没有表态。八毛历来是听罗亚的，即使自己不愿意做的事，只要罗亚说了，他也不会反对，只是不表态罢了。酥油是藏民最喜爱的食物，在青藏高原，酥油可以帮助人们驱赶寒冷与黑暗。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口食物一定是一小片酥油。虔诚的信徒前往寺院，献给佛祖的礼物也一定是一块酥油。八毛这次制作酥油特别卖力，他想在小獒离开家的时候能吃上美味的酥油饭。罗亚和八毛决定把小獒献给寺院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。罗亚找人向白马递了话，买小獒的城里人可能很快也要来了。罗亚每天都给小獒好吃的食物，他想起小獒的父母们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三只小獒对自己的未来浑然不知，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。母亲河的源头，生命显露着最原始的生机。被河源水滋润着的大草原，为这些旺盛的生命营造了天堂般的家园。藏獒是青藏高原上最强悍的生命，它们形状像狮子，体魄如老虎，敢与任何入侵者搏斗。它们常常令草原上的豺狼丧胆却步，但对自己的主人却充满灵性与忠诚。
城里人终于来了。这个叫郭阳的人就是白马的老板。他说自己是藏獒迷，他买的獒都是自己养。干嘛的？这么严吧？这么严过。现在这说他。他这罗巴诺拉跌着丢，我那边办的离鸟那个，他那青蛙没看完年了跌着丢。现在吃中午要的是，他这说。他吃既然么个都爬上到那天吃中午了的，打了一把，这把我了的吃，他每个每人吃中午了的，可能吃东啊，就这个的打吃。这天到这个原本啤酒了的，他吃上个年好多的。哦，他爱做阿拉我们早啊吃的，要么是个些，的呢吃这爱做地路做我们的。哦的，的呢地有好吃的他，在你做工的了，吃可乐做工的了，啥子东西可能提个人那个，这边要来罗马的。哦的，的呢我吃的这三个。他吃在原本啤酒了，真吃年我了说，他爹做的，我那咋的，他吃的做给下三个的，真的没个些嘞。那我个些嘞。罗亚不是谈生意的好手，对于獒的价格也不知情。他听白马说，3只獒给3万元，1只獒他就开价1万元。城里人跟他压价，他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点到你吃，东北点到后没得吃只有了嘛，点吃的你点到吃点，当家没是刚做不来的。我点到这个了，我点到这拍的要吃的容易吃的了，点到这个了打，你点到刚是家了，真的我这也是可是，也会打过去。罗亚以8000元的价格把一只小獒卖给了城里人，他并不知道这只獒一出草原，价格就会成10倍的往上翻。罗亚依依不舍地和小獒告别，他拿出一小盒酥油，在小獒的头顶抹了一块，这是藏族人的习惯。他还做也可以的嘞，他贴把胶的啥子扎西面了的，你贴把胶啥这个都能直接在这个时候。一是对小獒与自己生活的那些日子表示怀念，二是对小獒走出草原的生活表示深深的祝福。就送去点把刀嘛，吃一锅汤，点要拿着炒就到面外去，啊，我也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来。节谷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个镇。近些年，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个草原小镇显得异常繁华。与处于原始状态的牧场生活相比，这里简直就是现代化的都市了。郭阳的家就在节谷镇，郭阳也是藏族人。他像这个镇里的许多人一样，从10多年前开始做生意。近些年来，藏獒成了各地有钱人竞相追逐的抢手货。一只极品獒的价格曾攀升到1000万元人民币。玉树草原是藏獒的原产地，郭阳抓住了商机，他从草原买獒再贩卖，
很快积累起了财富。现在他又建起藏獒养殖园，用草原搜集来的纯种獒配种，扩大销售数量。郭阳非常清楚罗亚家这只小獒的价值，尽管他只花了8000元，但这只獒的血管里流淌着与狼搏斗而死的公獒和母獒的血，它是一只极为稀少的纯种藏獒，未来的价格有可能突破1000万。对郭阳来说，这只獒就是一个金库，他给小獒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天宝。太阳刚刚钻出山顶，罗亚就开始在自家的帐篷外忙碌起来。他和妻子八毛商量好，今天要把一只小獒送到寺院去。昨晚拴好的一只牛不知怎么弄断了缰绳，把整个牛群也搅和乱了。罗亚和八毛拉起绳子，准备把这只牛拴起来，又把跑散的牛赶回来。忙活完了，太阳已经当空，小獒该离家的时候了。罗亚和八毛有些伤感。他写的离这个怎么个？俺们去节目有个人，这啊，这皮革的。我让俺这土木啥，谁不要你啊？罗亚换上洁净的衣服，又在发辫上系上红色的丝绒发穗。去寺院是神圣和隆重的，尽管是去送礼物，也要像拜见佛祖一样庄严。大嫂给我介绍。俺也别把这个要有意思看啊。喂。罗亚要去的寺院名叫阿尼寺，离他家有10几公里，是一座建在半山腰上的小寺院。阿尼寺属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。宁玛在藏语中有古老和旧世的意思。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古老、阿尼寺平常只有3个僧侣常住，当地人称这些僧侣为阿尼。阿尼寺虽然小，白家是这个寺院寺管会的主任。他是经过3年3个月03天闭关静修的阿尼。
罗亚像往常一样，顺时针方向沿着寺院绕一圈，这相当于念了一遍经。他在经堂门口停下。请假。来到家里。我给你，干嘛听话？不怕多哎，我了是。给你，干嘛听？他就干嘛听？对，俺们但这也太多了，那里打，技术干部，他干嘛就应该上到那，我这一点都别把手打，脾气，我叫上我的点个叫，这给把一种打你点的。财家代表寺院收下小敖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寺院给罗亚馈赠了一条哈达。真的，这也不个这是那些干他这些，这不中，哎呀，当没得这。小敖在阿尼寺住了下来，财家拿出自己的食物喂小敖，一有空就来陪伴小敖。他知道刚离开家的小敖会感到孤独，但他很快会适应寺院的生活，他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。财家给小敖起了一个法名，叫僧格。每天诵经时，他都带着小敖。他觉得这只藏獒似乎在加持他，使他的功力提升。更奇特的是，这只小獒到寺院后从不狂吠，每当财家诵经，他都竖着耳朵静静地听，好像听得懂似的。寺院的阿尼们说，也许将来财家要当大活佛，这只小獒就是他的坐骑。玉树草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很久以前，青藏高原冬天爆发山洪，大地被冰凌封冻，藏民们和赖以生存的牲畜在饥寒交迫中奄奄一息。就在这时，一群身披袈裟的活佛被藏獒驮着从天而降。活佛和藏獒的到来，使坚冰融化，大地复苏，
高原上的生灵得救了。从此，活佛与藏獒变成了藏民心目中救苦救难的菩萨。与沉静迟缓的草原生活不同，结古镇是嘈杂和快节奏的。波扬的妻子拉姆负责照看獒园里的每一只獒。对于天宝，他格外精心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天宝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他和郭阳就会富得流油。天宝不拒绝任何好吃的东西，拉姆换着样给他吃，他全都吃得精光。渐渐的，天宝胖了，毛色也正了许多，看起来比刚来的时候漂亮了。但他好像不开心，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，每天的活动就是转转身。这哪里是藏獒的生活？天宝不太爱动了，每天吃饱后就趴在笼子里看外面，眼神中充满了忧郁。草原的生活循环往复，罗亚和八毛又要搬家了，他们要迁徙到冬季草场。他们家的牛群要靠那里的草度过冬天。2只小獒走了，家里只剩下这只小獒。罗亚给它起名叫赤骨，这是只公獒。罗亚盼望它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勇猛，敢与草原狼血战。赤骨是幸福的，它能在草原上奔跑，它能在家里的阿尼寺的诵经声依然如旧，僧格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了，他成为寺院重要的一员。阿尼们诵经时，会留一个位置给他，外出时把他留在寺里看护经堂。信众来寺院祈福时，他会用头触碰信徒的手。阿尼们说，这是一只神犬，它会给人带来好运。
彩家知道，只有到寺院门口的这片空地上，僧格才会欢快地蹦跳吼叫。在这里可以望到不远处的草原，草原上有一个家，还有一个永远留下印记的主人。天宝成了郭阳家熬圆的招牌，每天来看他的人络绎不绝。郭阳在和这些讨价还价中，把天宝的身价抬到近1000万了。这天，郭阳非常兴奋，一位有钱的人终于决定买天宝了。他给郭阳交了定金。就在郭阳一家庆祝的时候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天宝不知怎么咬开了笼子的锁，偷偷地溜了出去。他在冰冷的水泥路上拼命奔跑，他彻底迷了路。一辆飞驰的汽车把他撞倒了。他身体里价值连城的翱血，没有留在与狼搏斗的草原，而留在了一条通向草原的水泥路上。或许他是太想家了，或许他是太不想再换一个家了。